Come on， 耶！啊，终于收到我的 iPhone 12 Pro 了，我终于对环保做出贡献了。我是在开放预定的当天晚上在官网下的单，然后直到今天我的这个 MagSafe 充电器加一件其他商品的这个订单中的一件其他商品啊，才终于送到。反倒是这个买来玩玩看的 MagSafe 充电器，在1周之前就已经送到了啊，不管了，终于可以摆脱这个 iPhone SE 了啊！来开箱，我这个就是从官网下单寄过来的环保包装啊，来试一下看看能不能不用工具把它打开啊。哦，还行。哦，大力出奇迹。哦，啊，确实是挺环保的，这泡沫纸给省掉了。然后是这样子，这边打开，然后这一个就可以从侧面抽出来。哦，真的环保，这个，按照苹果的说法是，使用这样的小包装在运输的时候，一个集装箱就可以装更多的机器，也就可以减少来回的次数，也就是减少能源的浪费。不管了，开。现在连里面也是这个硬纸板，里面也没有什么泡沫塑料了。现在，哦，这个颜色挺漂亮哦，这个蓝色。以前 iPhone 的包装里面是一个正面覆盖到背面的一个透明的塑料膜啊，现在只有正面的一张纸了。真的是纸质的，虽然里面还是有胶。哦，平面这个手感，相对于安卓旗舰来说，稍微轻那么一点呢，还是有点坠手。然后虽然它实际上应该是挺薄的，但是握在手上的话呢，因为它这个直角边框的设计。所以手感上感觉是有点莫名其妙的厚，就不像这些做了圆弧边框的手机，摸上去的手感比实际的会薄一些。好，来看一下配件啊，现在苹果为了环保，那个陪伴了我们从 iPod 开始应该有10几20年的5伏1安充电器就没有了，然后耳机也没有了，只剩下一条 Type C 转这个 Lightning 的数据线。虽然苹果说是为了环保，但是这条线在之前的5伏1安充电器上面全部都是用不了的。你要么要配一个新的充电器，要么要配一个转接头。然后这一个说明书之前是完整一盒子，现在也砍到只有一半了。里面小针叫你去官网下载说明书的说明书，贴纸都只有1张了。环保。然后3包凭证，没有了。要说明是环保，我是支持的啊！而且第一个这么干的其实是世界的主宰任天堂啊，别人从12年开始在 3DS 上面就已经这么干，已经快10年了。实话说，背面这个带磨砂的饱和度低一点的蓝色背板看起来确实挺漂亮的。然后周边这个传说中的手术级不锈钢边框，确实是挺闪亮、挺 shiny 的。然后背面左上角就是这个大大的一大堆圆孔堆在一起的这个摄像头模组。好来开机，哇，这个感人肺腑的刘海说起来我还是第一次用这个全面屏的 iPhone 之前出来的时候太贵买不起就转安卓，然后现在又转回来了。激活一下，老套路，用之前的手机激活一下。我就是很讨厌这个 iPhone SE 的这个指纹解锁，经常它是识别不到，然后它又不弹密码给你。好，趁他们在传输资料的时候，我们把这个 MagSafe 充电器开出来看一下，应该也是不用工具。说好的环保呢？怎么又有泡泡纸啊？这又多了一层塑料袋。环保。这上面写着环保。几张没用的纸。就这玩意要卖300多块钱。其实还是有点沉的，来试一下，也不是说随手一放就行，还是要相对准那么一点，有点技巧。还是这个东西的做工嘛，还是苹果的味道，非常精致细节做得很好但是你要说值不值300多块钱嘛？我这一个小米的立式无线充电器连上它送的这个充电头，好像也没有到300块。我就这么放上去位置也能很简单的对好，使用起来也挺方便的。
我平时充小米、充华为也挺快的。只能说比这种老式的无线充电器要强那么一点啊。这种的话，你放下去可能还不知道放对位置没有，还要这样挪一下啊。这个的话呢，你放对了位置啊，它会有一个确认给你，有个确认反馈给你，然后稍微动一动它也不会跑啊。这个如果你不小心碰到的话呢，可能是充不上电了，就强在这里。考虑到苹果的一个卡套啊，也要差不多500块钱，一个表带也要379。这玩意卖329，它还有一点技术含量啊，也算是苹果之中的高性价比产品了吧。苹果推出这一个 MagSafe 功能，可能更多是想开发一个新的扩展配件市场，比如可以做磁吸式的车载充电器，或者是磁吸式的游戏手柄什么的。我的 Apple Watch 它自动弹出提示问我要不要跟新的手机配对了，开始处理。苹果的这个资料传输功能确实是非常方便但是也会让人丧失买到新手机的这个新鲜感你看这个软件布局是一毛一样的，插件的这个显示的页面都是完全一样的，就连短信软件里面的未读垃圾短信每一条都是一样的，简直就好像在用之前的那台手机一样，就屏幕变大了手表也已经连上了，甚至这软件上面的未读通知也给我原汁原味的照搬过来了就差这个测试版的贴吧没办法安装，还是来换个新墙纸吧，找回一点新手机的感觉这就好多了，就好像真的买了新手机一样。不是吧，他连 B 站账号也帮我登上去了呀。虽然是分12期回来的，但毕竟是比较贵的东西，以后还是要放闲鱼回血的还是贴个膜戴个套吧。现在都流行这东西，好像那种美国康宁公司授权的 Banks， 想当年我也是贴膜 boys 是吧？这个我还是很专业的。完美 perfect。戴了套之后，整台手机的这个手感提升明显，这个边角没有那么硌手了。但是这个膜的顺滑程度，我觉得真的比较一般。还是原装不贴膜比较爽突然想起一个老梗，当年乔布斯这么辛苦把手机做薄，然后加个保护套之后又加回去了不过现在10年已经过去了，连苹果公司自己也出保护套了。来称一下贴了膜加套之后的重量，220多，已经是 Pro Max 差不多的重量了。不带套也有197那张膜差不多就有10克的重量。说到边框硌手的问题，我翻出了这一台设计语言类似当年因为电池鼓包把屏幕顶了起来，然后我自己换了电池放了2年，结果它又把屏幕顶了起来的 iPhone 5来对比一下。iPhone 5因为比较小，重量比较轻压在手上边角的这个锐利度其实没有这么高，而且 iPhone 5的这个背面边角是有做倒角的，稍微能减缓那么一点，而 iPhone 12的边角完完全全就是直角边。同时 iPhone 5的宽度要小一些，你很容易捏着两边来握持这样子的话手是不那么容易碰到这个尖角的地方的。而 iPhone 12的宽度要大不少你如果手小的话呢，就很容易会碰到这个边角位。如果你是手小的人，然后又喜欢 iPhone 12的话可能直接买 mini 这个手感会好上不少。我拿肥仔的 iPhone 12不带透来试了一下手感，重量方面确实是很明显能感觉得出来这个要重一些但是要论这个边框硌手程度的话，减轻的这个重量似乎没有太大的帮助想要拿着舒服，我感觉还是得要买一个套子。接下来测试一下，在戴了这么厚的保护套之后这个无线充电的效果如何？吸力感觉轻了很多但是能充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功率。经过测试，我发现使用 MagSafe 充电的话，它不是什么时候都能保持15瓦的满功率应该和剩余的电池容量有关。像我这样剩下75%电的时候不带套的情况下，最大是12瓦的输入功率但是加了套之后它最高就只能上到9点几了看来对无线充电还是会有影响的所以看来我还得再买一个更薄更轻的保护套才行。然后我去京东上面买了一条自营的100多块钱的国产小品牌的 MagSafe 充电器替代品
做工对比原版的话就不用说了，肯定是差很多关键是使用效果，来试一下。这个吸力明显要感觉到弱了不少。来试一下充电效果。它要反应蛮久才能充上电。即使没有带套，最大的输入功率也只到9瓦不到，电流还不是特别稳定。不说了，我去退货了。买 iPhone 的，我感觉到的都是宁愿多花点钱，图个稳定舒服的人所以在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出来之前，我觉得还是直接买苹果官方原装的吧。有不少人说它的 iPhone 12的屏幕偏黄，我这一台的话，在开了原彩显示的时候屏幕是会稍微偏暖一点。如果关掉的话呢，就整个就偏冷了。我个人因为平常几乎是整天对着电脑算是有一点用眼过度的倾向。暖一点的屏幕呢，就对睡眠的影响会少一点，眼睛也没这么累所以我一般还是开着原彩显示。不过 iPhone 12的屏幕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不是太满意的，就是屏幕的亮度。在室内还好，在室外大太阳的时候，我觉得亮度是真的差那么一点，看着不太够爽。对比一下 iPhone SE 2，把亮度都拉满，又好像还是12 Pro 的亮度稍微高那么一点。反正如果能再亮一点就好了。之前 iPhone 比较受人诟病的信号这一块新的 iPhone 12换了高通的基带，但是因为我平常基本上都在工作室里面目前没有怎么把它带出去。我在外面测试的时候就碰到过一个地方不管是4G 还是5G 信号，它都只卡到1格但是这个状态下跑测速它又能上到300多兆比较奇怪。续航这一块在日常使用方面比如聊微信刷贴吧、刷 B 站的话，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重度使用的话比如拍摄4K 60帧视频或者是玩游戏，这个电就下得比较快了。来玩一局手机版的撸啊撸试一下现在是9点15分，剩余电量是73%，打一局人机。你的手机再好，加载的时候还是要等队友。OK， 一局过去了，现在是9点28分，然后剩余的电量是69%，也就是说3分多钟用掉1格电的样子如果你玩的是吃鸡那一类负载更高的游戏这个耗电速度会更快。所以如果是重度的游戏用户的话，就还是 Pro Max 会好一点然后充电这一块，虽然它只有20瓦、15瓦的充电但是因为它本身的电池容量也小一点所以虽然它速度可能还是比不上安卓旗舰这么快，但我觉得还可以接受。接下来聊一下这个新的摄像头模组它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主要是2个方面，第一个是防抖。当你进行手持步行拍摄的时候，即使你没有使用稳定器然后开到长焦端，出来的画面依然是非常稳定如果是作为日常 Vlog 的话这样的画面我觉得是完全可用的，非常的顺滑。第2个方面就是支持 HDR 格式的拍摄注意这个 HDR 不是几年前的把几张照片合成一张压制高光、提高暗部的那个 HDR， 而是电脑上面我们经常说的 HDR 视频、HDR 显示器的那个 HDR。简单来说，就是动态范围或者说是亮度的上下限的差距比传统格式要更大也就是说可以显示更亮和更暗的东西。也就是说，展现出来的画面可以更加的接近现实中的情况更加的鲜艳和生动，同时可以保留更多的暗部和亮部的细节。关于 HDR 这一块，想了解的更深入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之前做过的明基 EX2780Q 显示器的评测。说回手机 ，iPhone 12系列它支持拍摄 HDR 的照片和视频这个视频还是10比特420格式的。它的屏幕也支持 HDR 显示最大亮度是1200尼特，在 HDR 标准中算是比较高的了也就是说，它从拍摄到输出显示整一个过程软硬件全部给打通了。使用 iPhone 12 Pro 和 iPad Pro 在相同的地方拍一段视频然后在他们自己的屏幕上面播放出来就可以看到高光的部分比如灯光或者是桌面的反光，在 iPhone 12 Pro 上面亮度就要明显高出不少对整个画面的这个表现力的提高是非常的显著的。同样的一段 HDR 视频在2台设备上面播放的时候显示出来的效果也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
在 iPhone 12 Pro 上面观看的时候，天空和草地上面阳光的反射等的高光部分的亮度要高出不少，真的可以给到人一种在室外大太阳下观看这个场景的感觉。iPhone 12拍出来的照片也是支持 HDR 效果的使用它自带的实况照片这个功能就能看出来。iPhone 在拍摄照片的时候，它还会保留一段当时的录像，长按的时候就可以播放出来。因为这段录像不支持 HDR 效果所以就可以看到灯光的部分的亮度要下降不少整个画面看起来就要更灰一些所以为什么不支持呢？当然 ，iPhone 12系列的相机它也是有缺点的第一个就是自带的软件的专业选项实在是太少了。在前面那一段测试防抖的视频中就可以看到，对焦和白平衡一直在抽搐，画面时不时的就在抖，然后草地上面的亮度也一直在闪。然后在后面测试 HDR 的视频中也可以看到，明明在室外大太阳的情况下，它的快门时间还是设得特别的长导致画面拖影非常严重，看起来就很晕。如果你想拍摄一段比较稳定的素材，你还得去找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摄影软件，而这些软件通常都要花一些小钱钱当然这也不算是很大的问题吧。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画质并没有像苹果说的那样，真的能达到专业级别的水平用我们摄影师的话来讲，就是它的 CMOS 毕竟只有指甲的大小，镜头也只有黄豆那么一点大物理条件上就决定了它的画质表现的上限。它拍摄出来的画面还是有着比较重的数码味比如景深过大缺少层次感物体边缘的锐化比较明显还有细节有涂抹感等等。在暗光环境下进行视频拍摄的时候，噪点也是相当的多。最后就是在拍摄亮光物体的时候，这个镜头眩光或者说俗称的鬼影还是相当明显的。总的来说，在日常记录生活方面它的体验还是相当不错的毕竟谁也不可能天天扛着大号的专业设备在外面跑嘛。最后来聊一下为什么我在用了2年的安卓手机包括 Mate 30 Pro、小米10 Pro 等旗舰机之后又倒回来买了 iPhone。其实我是先买了 iPad， 然后买了 AirPod， 再买了 Apple Watch 之后最后发现要把这些东西串起来，它们中间还是得要有一台 iPhone。单看 iPhone 的话，它对比安卓旗舰机的优势可能并没有这么大不少地方还会弱一点，比如屏幕没有高刷新率续航电池差一点等等但是整一套苹果全家桶连起来的体验实在太强了。举一个小例子当你的几台设备连接到一起登录同一个 ID 的时候，一个电话过来，你全部的设备都能收到，这样你就不用专门去把手机翻出来接电话了。当你使用 Apple Watch 聊了一阵子然后觉得这个内容不适合开功放想要用听筒接听的时候只要点一下 iPhone 那边，电话就会自动转换回去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其他还有 iCloud、Handoff、AirDrop、耳机自动切换等等，把它们全部连在一起苹果的这个生态系统是真的有毒性的。好，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新观众再点一个订阅，那就更好了。好，那么下期再见，我是一王，拜拜。后来我去买了一个飞利浦的超薄的这个手机保护套结果我发现这么拿的时候还是不太舒服，手还是会被这个直角的边框给顶到，哪怕这个保护套上面已经有一些圆角了。反倒是我把手机这么拿的时候我就觉得挺舒服的然后仔细看会发现这个保护套这里做了一个45度的斜边，也就是说苹果在做这个底壳的时候，只要稍稍做一点斜边这个手感就会有大幅度的提升当然它就是不做，大概是因为环保吧。所以大家在买手机壳的时候，如果是希望对这个手机握持手感有提升的话最好还是买底部有类似这样斜边的。